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我们三位大叔每个礼拜聚会一次，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心里有好多话可以告诉你们。哦，很多秘密没？鸡皮疙瘩，鸡皮疙瘩，鸡皮疙瘩。你还有多少八卦是我们不知道的？多少秘密？八卦在大叔真的都讲的差不多了。我最近有一个感触啊，就是这一生真心对你好的人能有几个，对不对？如果你这一辈子有一个就好了，真的对你好的人，哇，那真的是一件人生就是值得了，对，无悔，对不对？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什么？很奇怪，神神秘秘。那这个不管是亲朋好友，像我们是中文老师，学生也对我们很好，对不对？支持大叔中文的人真的很多。那这个茶叔自己也有经营频道，也有很多粉丝，死忠的粉丝支持我。所以今天呢，你看我就收到了来自日本的学生，他送了2件礼物给我。2件。今天我听到叮咚叮咚，我就下楼去。我们叫管理室了。管理室的那个警卫就说你有包裹，然后我那个包裹一看，是林子，日本的学生林子有送东西给我。那因为最近台湾有台风要来，我们本来要约见面的，但是因为台风来搅局，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因为台风不是林都是来台湾看你好多次了吗？对啊，他每年都要来看我。他如果有某一年没有看到我，他都吃不下睡不着。所以来看我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惜今年有台风要来，他没有办法来看我。好的。因为台风可能礼拜4要来了。然后这个台风很强，那他如果跟我见面的话，他可能那个来不及回日本。那话说到他寄了，所以他一下飞机他还是来台湾了，但是没有时间来看我，他去阿里山玩了。他去阿里山玩了。但是他一下飞机之后就寄了包裹给我。他是在台湾给你寄的，我还以为直接从日本邮寄过来。他在那个桃园机场下飞机，赶快在机场把包裹寄给我，然后就去阿里山玩了。因为他本来是去完阿里山再到台北来找我，但是因为台风搅局，所以他没办法。那本来以为专门来看你。对，今年我就看不到林子了啦。每年都会跟他见个面。他怎么这么喜欢来台湾玩呢？每年都要来。林子跟台湾很有渊源，他小时候在台湾生活过。所以他每年跟他先生都要来台湾玩，可能1次到2次，一定要来。对。然后他不是要换先生是吗？没有，还没 ，not yet， 还没。这个叫这个看不清西厅咖啡贝煎所咖啡。好，这个听说是日本前10大品牌的咖啡。那这个被我撕烂了，对不起被我撕烂了，因为太难开了。然后呢，这里有5包精美的咖啡。这个台湾叫绿泡咖啡，只有5包。因为它很高级，这是日本前10大，买不到那是因为林子跟那个他的朋友是做这个咖啡的人。所以这5包高级咖啡，很名贵嘞。高级咖啡配高级人。然后另外一个礼物呢，就是我很喜欢吃的这个应该是蛋卷吧。蛋卷。蛋卷。对，蛋卷是的。我刚刚偷吃了一个超好吃的。刚刚偷吃了。要配你高级的咖啡啊，这个。对，我已经喝完了。好喝吗？然后我就是很好吃，甜甜的，然后是抹茶口味的。对你看林子很有心对。所以我刚说到，如果有人对你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呢，学生对我很好，然后很多学生都特地会来台湾看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啊，就是可能你认识一个学生，只是可能跟他聊天或者在线上结缘但是礼物的这种方式把这个印象跟这个味觉联系在一起，嗅觉联系在一起，这个印象是可以非常走心的，我觉得对，而且很有意思，就是我觉得这一些学生，就是毕竟你只是一个线上的老师，对不对？对，你也没有真的做什么很伟大的事情，你就是在线上跟他们通过网络，通过电脑。林子只是参加你的直播课，他没有参加过你的私教课，对不对？没有。而且他很早就听我的直播课好几年了，可能有5年6年了。然后他一直到我的直播课之后，他每次都来上课。我都叫他班长，是我直播课的班长，就是因为他每次都会来。然后就是，而且他因为他已经 HSK 6了，所以我讲到一些难的生词的时候，他都会帮我打出来，给其他的水平比较低的学生看那个词汇怎么写。所以我都叫他班长，因为他会的词汇很多，然后他又是一个这么贴心的人，所以我就觉得说，从他身上我就感觉得出学生很关心我，然后学生都希望老师好。像我以前的直播课是每天，那你知道茶叔年纪大了，已经50岁的老头了，要休息了，不休息不行。所以我就是有一天我就在直播课的时候，我就跟所有的学生说，理查老师年纪大了，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每天周一到周日直播，我要改成一个礼拜3天，周一周二跟周四，很不好意思，对不起大家，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接受。林子就说，老师你早该休息了，你不可以每天都直播，太累了，你本来就应该休息。所有的同学都附和他，所以我那时候很感动，真的快要哭了，你知道吗？就觉得说，学生要你休息，他不要你累，他要你长长久久持续的能够做这件事情，保持好你的健康，然后好好的做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说他们是真心的关心你，不是为了来听一场免费的直播课而已，而是他们真的把你当你的老师，当你的亲人。你好好休息，量力而为，你一个礼拜3次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再少了，一个礼拜3次，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是真的，真真切切的关心你，然后为你好，像每次我过年我都要挣扎，我过年要不要农历过年我要不要直播？每一次我问同学们的意见，他都说老师休息2个礼拜，没关系，你就休息。因为你直播了，我还要复习，很累，所以他们就叫我停，你就停2个礼拜吧。然后我就觉得说，他们真的希望我休息了，我就会觉得蛮感动的。所以我觉得，我刚刚说，如果人生有能够遇到一位关心你的人，你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我很幸福我好多人关心我，真的关心我。我像有一次直播课，我就说，理查老师没有结婚哦，年纪大了也没人照顾了。很多学生都说，老师，你年纪大了，我来照顾你，我来嫁给你。我知道是开玩笑的，但是你听了就很窝心了。对啊，听了就很窝心了。而且说不定我以后年纪大了，才真的有学生来照顾我，也不一定。那我就会觉得蛮感动的。对，就是我觉得你像我没有结婚，我的生活圈也不大，但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好不孤单的感觉，好像这个全世界都有关心我的人在，那个感觉蛮好的，真的很好。对啊，对，而且你的形式是直播呀，你真的是和学生有连接的，我觉得，你和他们说话，对吧？在接触对谈的感觉。是的，是的。对，
好，我要跑个题啊，反正你都聊到学生了，然后你又聊到这个林子送来的好吃的蛋卷，你也有吗？你也有啊？没有，最近就是跟2个学生聊天，就是刚好他们都最近就是打了一种针啊，打完这种针之后，它会让你的食欲全无啊。瘦针，瘦针。台湾有是吗？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厉害，就是我这2个学生他们都有他们特别爱的饭店，就是只要想到那个饭店，想到那个饭店的菜就会就是流口水什么的啊，对啊，你就是忍不住想要去那边吃。然后他们打完这个针以后，这个针就很神奇的，就让你的食欲就是不是彻底的，对，就是你再去那个饭店。你想到这个饭店，你在这个饭店坐下，你看到你最喜欢吃的菜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就是你可能就会吃几口就不想再吃了啊，而且吃的时候也没有那个享受的感觉，也没有那个吃的欲望，就是这个针就是很神奇，就是真的让你，就是我觉得吃美食是人生活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方面。你打完这个针，真的你就提不起那个欲望啊。那你打一次针可以持续多久？这种食欲全无的状态？这个我不知道，但是他们都在，现在都不用打针了，现在你吃这个药就可以了，吃这种，现在就是好像是美国那边的趋势吧，还是世界的呀？反正我是2个美国学生在吃这种药，然后可能平时就是一点也不想吃饭，然后就是有时候还就是感觉他们有时候还有点小恶心的那种感觉，头晕的感觉但是就是为了变瘦啊，减肥，但我就我是觉得，有时候觉得哇，你就是吃人的生活中这么重要的一个方面，你就吃一个药就可以把某一个欲望给磨灭掉，我觉得挺神奇的一件事。然后为了追求这个减肥，吃这种药啊，我觉得有时候挺不理解的，但是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你们怎么看这个？台湾最近很流行瘦针，就是瘦针是什么？就是你打这个针你会变瘦。我不太确定，但不是因为消除食欲吧？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没有研究啦。卡老师他很有研究，卡老师可能有打瘦针，就是打了之后，我不晓得是因为你没有食欲，还是他真的可以帮助你减肥。就是你打了之后真的会变瘦，在台湾现在很流行，几乎每个女生都会去试试看。然后就是现在减肥这个趋势，就是在台湾蛮流行的，对。对，说起这个，我老婆，我觉得大陆可能也在流行。就是我老婆说她有2个朋友，也不算特别亲近的朋友，以前在网上认识的妈妈群的那种，就是他们以前都相对会稍微说，你可以说丰满一点，另外一个比较胖一点，但是最近都瘦了，就说他们都是因为打针瘦下来的。我觉得应该是同样一个东西，因为最近你说美国也有，台湾也有，大陆也有，那肯定是同样一种东西。肯定，因为要瘦的话，就是克制你的这个食欲是最容易瘦的。我那段时间的话，真的就是我不能吃东西，我就只吃蒸菜。那吃那个真的是特别难吃，一点味道都没有。所以你每顿就只能吃一点点，补充一下能量，然后你不想再吃了。所以真的我就是1-2个星期我就瘦了10几斤。你们看我那个状态，应该吃这个药，不是因为吃药，我知道你吃这个药的话，你肯定就无所谓了，什么都是一样的味道，对，什么都一样味道。你不想吃了，所以就吃的少了，吃的少就真的容易瘦下来。但我觉得我不会为了瘦而吃这样的药，我觉得这个吃东西还是很享受的一件事。男生和女生的角度不一样，我跟你说不一样。这主要的受众群也是女生嘛。对，而且你像我的话。我不会想要吃这种药，通过这个方法我不会。
我会可能想要通过比较健康一点的方法，运动啊什么。当然食欲是很难控制的事情，但是就是我觉得通过运动跟意志力去控制，可能会比较有成就感。而且你也有的人是易胖的体质，就是我也是易胖的体质啊，对啊。我现在喝水就会胖了，真的，呼吸也会胖。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对啊。你干啥？你们两个干啥？然后你就说什么？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但是女生可能希望马上见效，然后再来就是有一种从众心理，可能很多女生吃了，她怎么变瘦变美了？我觉得我也可以试试看，所以他们就去试。我觉得女生比较敢尝试这种让自己漂亮的事情，我觉得女生比较敢去冒险。对啊，这还是社会的，就是大部分人认为瘦一点的女生就是好看呀，所以大家都会想让自己瘦一点、好看一点，穿衣服好看一点。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作为男生是很难理解的。你像我老婆每天起床都要去称个体重，然后说啊，今天比昨天又重了一点点，其实能有多大就0点多少，但她会觉得怎么又比昨天重了，然后这几天好像都是这样没有长。然后突然掉了1斤，觉得啊好开心，然后又长回来了。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体重本来就是浮动的，但是因为你很在意这个事情，所以你对0点多少的这个就是微末的这个差距，你都会特别特别在乎。我是觉得这个其实还是一个女生的心理，我们不是特别了解，还有整个社会的这么一个对女生审美的这个要求吧。我是觉得，对，我还有学生就是他。就是找一个公司会，就是给他每周发一些瓶瓶罐罐的这种流食，然后他一天只要就是把这几瓶东西喝了就可以了，就不饿了吗？饿的时候就喝一点，也是女生吗？对啊，也是啊。然后他就是可能在工作之余啊，可以分开一天不同的时段喝1瓶啊，然后。也不用去那个嚼，就是这样的话，慢慢的就可以瘦下来啊，省时，而且又是给他定制的这种喝的东西啊。而且现在学生给我一些新的资讯，我就是完全在我世界观之外的。对呀，就是一些新的内容。等一下，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拉大男女之间的差距。我觉得男生也我蛮在乎我的体重的。我就是灿嫂那种类型的，是吗？我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踩上我的磅秤，看看体重计，看看我多重。然后我的确就会计较什么0点几0点几，因为拉屎之前看还是拉屎之后看？早上我不拉屎的，所以没有差。但是我知道人是早上是最轻的时候，才睡醒是最轻的时候，对吧？对，刚睡醒是最轻的时候，所以我去量，我就会告诉自己，如果就是多了0点几公斤，我会告诉自己今天要控制一下，因为我会在乎，是因为我爸爸现在煮饭都是我爸爸嘛。他都是煮那种碳水化合物的东西，面中午就是一大坨面，然后晚上就是一大锅饭，然后你那种东西肯定吃了会胖，所以就是你如果不控制自己，然后我每次看到这些东西，我的脸马上我的脑子里就出现那个笨叔的背影，我就觉得不能像笨叔这样，我不要像笨叔一样，不要像这样子，不可以，我不可以每天喝那个快乐水，不可以，我就会，我最近发现这个真的人到年纪了啊，就是我开始晕碳了，就是每次中午就是吃了太多碳水之后晕，碳水之后，然后一般就是你知道课排得很满吗？吃完就是2节课中间午餐就是很快的吃，如果吃碳水之后，发现吃碳水之后的那2节课就是真的很困很晕的那种感觉，就上头。以前年轻没有这个感觉，现在发现开始晕碳了。所以就是我现在减肥的动力都是想到变数之后，我就觉得我要负面的，有些东西不能吃哦，然后就是年纪真的到了，碳水化合物要少吃，真的很明显，那个血糖也会
如果你在一个时段吃太多饭或吃太多面，那个血糖真的也会突然飙高，突然性的飙高对身体是不太好的。但是我就是对学生太负责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5个学生的课连在一起，中间1分钟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然后我第5节课下课了，第1节课的学生就发信息过来，老师今天的笔记你还没给我，然后要再花那个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给他们编辑笔记作业，再给他们发回去啊。然后不干完的话，就学生就那个信息就过来，下次就不订课就催过来了。他们都觉得我忘了，但是我没有忘，我只是还没有抽出来时间给他们给这些信息。久而久之就感觉自己就是粘在那个椅子上了。对，真的，我可能觉得我最近也突然出现身体的状态。我是觉得可能今天这个话题对于男生而言啊，很多你想瘦一点，其实是为了身体健康。我就是这次减肥，就是不是这次手术之后，我其实一直没有让自己变得特别胖。以前的话，我都是72以上，就这回回来，当然就是相对。灿叔问一下，你多高？我1.65米，我不高。你1.65米。对对对。然后Ben叔是1.8米，是不是？1.74米，他没有1.8米。1.74米。我可以拍拍灿叔的头。给我个滚！灿叔你是1.65米，那你72真的太重。对，我之前是很胖，72。现在所以后来就是等着这个手术回来，我不是瘦了那一段时间瘦了嘛。对。后来我饮食就调整了，特别是那段时间在我爸妈家，我爸妈给我做饭，他们的就是主食给我很少，只有这么一小碗，就不让我多吃了。而且我们家那个电饭煲就这么小一点点，所以就是盛完了就一次性盛完之后就没了。以前我在西安的时候吃饭都是要吃2碗的，我习惯性的吃2碗的，所以吃的比较多。而且吃一多可能就会吃撑人也特别容易，因为特别是面对美食的时候，你很难抵挡这个诱惑，就会吃的很多。所以我这个体重一直没有下来，就是72，甚至最重的时候是75公斤。所以就是是挺胖的，看成天在镜头里可能不清楚。当然后来就是那段时间瘦了之后，可能是到了个63左右。就差那么多啊？对，我直接掉了，就是从72到63，我都是10公斤都有了，真的，就是直接掉下来之后，后来就是出院之后就慢慢也胖回来一点点，但是一直没有让它往上胖，所以我吃饭也比较节制。就现在就算吃饭，我就是盛一碗饭吃完我就不再吃了，我其实可以还能再吃得下去，但是我觉得就停在这里吧，我会直接站起来，我就说我吃饱了，我不吃了。其实菜也没有吃完。饭也还能再续一份，但是我就不吃了。我觉得还是主要考虑到身体的这个状态，所以最近从老家回来之后，我的体重基本上就保持在67到68，就没有往上涨，就现在基本上就68公斤。所以整体而言就是这样，这个镜头会把人变得胖一点点，就整体不会，很标准，看不出来。就是我整体其实站的那块，我们都是腰部以下没有拍到，还好。我其实肚子上肉少了，其实以前的话就会突出一点，像笨叔一样，我们都以笨叔为标准，以负面标准。就是现在其实站起来的话，肚子是比较平一点的。就是整体是别人一看我就是比以前还是瘦了不少，就是我是觉得最重要还是身体健康，那其实你还是要注意。就像我老婆，她一方面当然觉得也是为了就是衣服好看一点，一方面也是觉得因为我们也都40来岁的人了，就会还是要考虑自己身体健康。因为就是比如说他家他的爸爸和哥哥都有糖尿病，就是这个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很多病都是家族的，所以就会得特别注意，所以他不敢吃太甜的东西，就是你说水果这类也不敢吃超量的。那吃饭他也需要把自己的体重给控制下来，不然的话确实是因为有家族的东西，你就会害怕万一自己也有这个，其实就是会比较危险。你像我其实也有高血压的这个家族史，我其实本身就有高血压，就我爸妈都有，那我也得注意。我现在其实也在吃药，那我确实不能让自己太胖了。所以现在所有的目的，其实你说保持身材，其实说实话，40来岁谁看你长什么样子，谁在乎你长什么样子？最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因为后面
40岁，你想活到可能80、90岁，那后面几十年你不想自己的太遭罪。我是觉得真的做一次手术让我觉得其实你真的会觉得一年的1-2个月都会耗在这里，就是基本上就是前前后后你基本上都在那个状态下，就算出院之后你这个伤口没有好，又是几个星期，你然后整个人的这个还是很虚弱，就其实没法正常的生活。你假如身体不够好，就是你可能有些人常年身体不好，他可能这段时间才好了，他后面又来，那么就一整年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我们的目的，做这些事情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身体更健康一点，晚年的时候更健康一点。而且因为我们有孩子，就是不希望自己晚年的时候成为孩子的负担，就是其实是这么一个样子。你像有人，我去公园散步的时候，有人就是已经中风了啊，那还有人要洗肾，就是那个导尿管什么就直接挂在那里是吧？都挂在那个轮椅上了，也走也不能走了。那你说他要工作，他要生活吗？不行了。他一辈子就是这样生活了。对，所以就是想到这点，就是说，就像刚刚灿叔说的，你一旦生了个病，不要说中风或什么，就开个刀，你就可以2个月不能够工作生活了。所以就是生病这种事情真的是得不偿失。对啊，所以你像我哥哥最近去医院，也检查出轻微的糖尿病。那我爸爸也是吃这个血压药、血糖药好几年了。那因为我们家人的习惯都很不好，买一大堆零食放在椅子那边，要拿就拿。那很容易拿到的地方。什么零食啊？饼干、蛋卷什么小蛋糕什么都有。我哥最喜欢买，还有方便面那种捏碎了很好吃。为什么干脆面？对啊，然后中国老人家都会必备这个小蛋糕啊，或者是这种饼干啊，这种干粮类的好多。就是我觉得我爷爷奶奶家也是吧？我其实很不喜欢这样，就是说顺手拿，你不要说克制力，根本没有办法。没有克制力，你能拿到的好吃的绝对吃了。就放在你眼前诱惑你，这样晃啊晃啊，你根本没办法克制。可是就是像我哥的习惯，就是买一大堆零食摊在椅子上每天都在诱惑。那关键你要过期了，他们还会催你吃啊，就是对，那又不是我买的，为什么你要强迫我吃呢？然后就会很麻烦。然后我爸呢又很喜欢吃那种饭、面、水饺、馒头、包子，碳水类的东西，稀饭，就是那种东西，就是你明明知道吃下去那个血糖会飙高的，他就是喜欢煮，也喜欢吃。所以我就觉得说，人有时候真的是自找麻烦，然后习惯真的是让很不健康的习惯。因为我现在如果我一个人生活的话，这些东西都不会有，因为我对食物的欲望很少，我只要有吃就好了。所以如果是我自己处理的话，我不可能把零食摊在那边诱惑我自己，不可能。然后我一定要喝水，我一天只能喝1杯咖啡，因为超过我就会睡不着。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一个人生活，我很难克制，但是跟家人生活真的是很难克制。但是我现在把自己控制得很好啦，就是我是1.73米嘛，然后我现在体重大概都控制在68左右。对，你和我一样重，但是比我高，那你更健康就是。对，然后我很重视运动，就是你像我今天早上去游泳，然后我觉得我进步了。我一开始去游泳是游300公尺，300米，后来400米，我现在都可以游到500米。一次性500米吗？对，就这样。来回，不是游得很快啦，就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乌龟划水那种感觉。蛙泳，鸭子，我是蛙泳，对。然后有时候是慢慢游，很惬意的这样游，反正就是来来回回这样，就是500公尺。然后我发现我体力有进步了，然后我就觉得说，还不错，我现在的身体是很好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有重视自己的健康，就也很有成就感，气色也好，然后每天早睡早起。就会觉得，然后又有人关爱我，回到我最早的主题，又有人关爱我，圆回来了。觉得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就是心理状态也很好，然后身体状态也很好。当然人什么时候会生病或怎么样不晓得，但是我不要去管那种突发的情况，反正我现在能够控管的风险，我就把
控管好。对，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每天运动的时间还蛮长的，就是我也很乐在其中。对，就茶叔，我现在听你的生活就听不到，就是很好很好，就是我觉得，但是我想知道那个你的欲望是什么？你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样的欲望？对，欲望，我会耶，我其实生活中有很多，不要说欲望，我有很多目标吧，想要的东西，对，想要。我现在就开始想要强烈一点的，想要听起来不够那个程度。对啊，作为一个中文老师，想要和欲望之间还是有点距离的。就是我刚才听起来比较，听起来刚才都很好。你们就是要那种坏坏的欲望那种，对不对？不是，也不是说坏的，不是说性欲啊，就除了性欲之外的其他的。你觉得50岁人就没有性欲了吗？其实我的欲望跟你们或者跟一般人也都一样，偶尔会我会想要赚钱，赚更多钱。会啊，对啊，肯定。但很多欲望中赚钱应该是最大的欲望吗？还是就是我想知道你生活中最大的欲望？我现在最大的欲望。我现在最大的欲望是赚钱啊，真的吗？跟前几个月又不一样，我的欲望随时在改变。我前几个月我的欲望就是当志愿者，当一个神圣的志愿者这样，然后投身在志愿者很多的项目里面，然后帮助很多人。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这个转变要从变书开始讲起为什么又回到变书这个点？为什么突然赚钱变成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欲望？就是说我那时候看到变书，就是跟布莱做那个视频上课嘛，我就想这什么玩意儿，我也可以。没有啦，我是真的觉得变书上的很好。对，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你知道，中文老师会心里油然而生一种竞争的心理，会有啊，这是好事。然后就说我也做得到吧，变书教的这么好，我也不差呀，就是至少有他的6-7成好，我应该这个竞争的欲望。对，然后我就想说。我就开始自己设计订课页面什么的嘛，也很阳春了。然后我就想说，我也找布莱，布莱被用的扎实，对，好好的利用布莱，布莱来所有的地方，对吧？来，对，我要把他抓来用一下，看来刚好布莱也来台湾嘛，我想说，对，就请他吃个饭，然后跟他约一个时间，就上个线上课，一个 demo 课。demo 课，对，那上完之后我就剪一剪放到自己的频道上面，然后就也放在我的订课页面上。那个时候就想说试试看因为我还没有那么热衷私教课，但是就是那个竞争的心理来了之后，就是想说什么玩意儿，我也可以，我也可以啊，我也会，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茶叔不行的，除了生孩子不行之外，没有茶叔做不到的事。那不是赚钱的欲望，是那个没有，我还没讲完，还没讲。好的。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订课页面弄上去之后，我就在大叔中文跟我自己的频道上面就放了那个链接，然后就有学生。第一个礼拜就有学生，我就想说，我真的不差耶，有很多那种很多学生爱这种教学方式，就是太喜欢讲课本，对，然后反正我就是给照片 storytelling 说故事的那种，就不是文法，不是语法课，也不用背单词，就是很轻松的这样子然后就第一个礼拜就有几个学生来上课，然后后来第二个。就是我已经这样弄了，我是6月开始嘛，然后一直到现在7月初，我就觉得哇，好多学生就真的这个回响还不错。然后我定的价码就是没有像变书那么高啦，我就是定正式课定$45嘛，我想涨价，没有，我没有想要涨价，因为我在台湾的生活水平来说$45在台湾是很高的家教价格，对，在台湾可能在国外那个当然就不晓得，就是国外当然他们的消费水平比较高，台湾那个你像我有一个学弟就是 Linux， 他是住台湾嘛，我知道，他上过我们的节目嘛，对啊，对，上过我们节目，他1小时是$20，
这么低啊？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开那么低？他说在台湾的这个家教费用就是这样的钱了。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以我在台湾生活的这个消费水平来说，$45我觉得很好赚了。然后我觉得也 OK 这样子。然后所以我这几个礼拜学生就蛮多的，多到我其实真的有点吃不消，就是你这个定价不能根据你那个生活水平，我知道，就是居住环境来定啊。你要是对，根据你有没有空闲时间，以我们这个知名度，我也没那么有名了。我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就是这个价格有学生喜欢订我的课，喜欢上我的课，我已经很满足了。然后而且我也觉得很好赚了。就是好赚到，因为我的 PayPal 是我哥哥的户头，然后我哥哥都说，你那个钱哪里来的啊？你是不是什么做了什么犯法的事情？最近不断的来钱。我说没有，你这个林子送给你的东西里边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是不是有毒品还是什么？对，我就是说，我跟我哥说，这个就是我最近就是比较积极的在上私教课学生会的钱。他说哇，他说连他都觉得很多，就是我们几乎每3-4天就要去提一次款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哇，原来赚钱这么好赚，那我以前直播课那么累的干嘛？就是当然我觉得直播课也很有趣，然后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我的学生全部都是大叔中文来的。因为我的定价在$45，我自己的频道直播课的频道都是东南亚的比较多，东南亚的学生比较多，那他们都会觉得$45太贵，那肯定太贵了，那肯定贵。那所以我现在好多学生真的也是大叔中文来的啊。对，我的学生只有一个不是，其他都是大叔中文来的。所以大叔中文几乎是很好招生的一个平台。是的，然后。所以我就是这1个月几乎都在上私教课，多到我有点吃不消。但是就这种上课，第一个我觉得很有趣，跟上直播课完全不一样。然后跟学生也上课上得很开心，我也很喜欢。像我等一下要上一个课，就是意大利的学生，他要我帮他客制化，工作环境安全的这个主题。哇，你累死了吧？要客制化？不会，我好喜欢哦。我就帮他做了一个 PPT。哇，我觉得我做的 PPT 真好。我觉得我等一下可以给这个意大利的学生一堂很棒的课。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我会觉得一方面满足了我教学的欲望，二方面就是我觉得我的收入也变多了。所以我这几天就是回到刚刚 Ben 叔说的欲望，我这几天其实跟我哥在路上散步的时候，去公园散步的时候，我哥哥都跟我讲说，你现在赚那么多，我们现在老年规划要改变一下。就是我们要存几百万，本来是几百万，我们现在拉高到几百万，本来是几十万是吗？没有，不可能几十万，因为老年不可能只花几十万，我们一定要以100万为标准。然后我哥就定一个1000万。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其实赚钱也是一种满足自己的方法。对啊，然后也让自己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的一个方法，安全感很强烈，然后你会觉得人生走得更踏实，因为你老年没有钱那可不行。所以我就觉得说，这种过程有点让我赚钱的欲望起来了。你在创造价值啊，有这个对，然后我自己又有成就感，就是学生喜欢我上的私教课。然后我就觉得，像我们3个不是那天有录一个那个去探险的那个，后来我把它公开嘛，对，公开那个会员，那个很有意思啊，那个。然后那个就因为那个视频，就有好多学生订我的课，他们想知道后面有什么。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说，我觉得最近这1个月的经历，让我有一种想赚钱、疯狂赚钱的欲望。然后我就跟我哥说，我真的错怪Ben叔了，我一直觉得Ben叔怎么不减法，一个只会赚钱，
这就是每天赚钱，真的是怎么？现在我就跟我哥说，现在你有1000万的目标，我跟我哥说，我错怪变叔了。原来到了这个阶段，我也想要赚钱，我也想要变大，是吗？把课排得满满的，然后呢，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我是不是错了？我对你们造成不好的影响。对，所以变叔会发现你对我们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哦，所以你要检讨一下。对啊，对啊，对我也有啊，我也是看着你做那个，我也有点这个斗志起来了。本来我说实话真的不是很想教课，后来我觉得其实笨叔都能做，我为啥不能做？我也这样想。能做呀，现在还有大叔。对，其实也是，我是觉得我最近不是也在研究这个东西，我觉得因为那天也上了茶叔的课，我在想一下笨叔的课，我今天还和我老婆说呢，我说真的就是好的老师和一般老师真的不一样。我以前对笨叔不了解，后来了解笨叔上课形式这么有趣，我说我都和他说过，要是我是一个外国人，我都想和他上课，确实上的非常非常好，真的是不是很窝心？哭了，好感动，真的。后来就是我也这段时间也在弄这些事情，我也在调整我这个形式。之前咱们不是会员有一个形式嘛，就是那个一个 AI 生成的图啊，对，描述一部分，然后讲一个故事啊。你那个新的视频我看了，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小女孩照镜子的那个，对，你还竟然看我的视频，很有意思。对啊，最主要是我把它变成了一个给学生上课的一个形式，就是之前有些学生给我上了一段时间，我说我给你来一个新的形式。我觉得想不到反馈很好，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形式，就是因为他们在说的时候，我会把他们的字打下来，然后再返回去，让他们自己再先改一遍，你看看自己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再给他改。我觉得他们会觉得很细致，这个东西对他们有帮助。我其实想说的不是最重要是这一点，我突然想到就是其实灿嫂其实又因为他们的那个公司有点要倒闭了，所以他的寻求是心理咨询公司吗？对，他们那个不是灿嫂加入你吧？对，他不是心理咨询公司，他们是针对亲子的，其实是针对亲子的一方面。他们那个公司其实最早他跟着一个导师去弄那个东西，然后导师底下有一波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把这个接手了，把他们几个人集合在一起。但那个人呢，其实说实话能力是有的，但是他独裁一言堂，就什么东西就是本来是一个挺有前景这么一个项目，后来搞的就是到最后基本上都没什么营收了，到现在就公司也没有说马上就完全关闭，但基本上也就是奄奄一息这个状态。参考就说就是想想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吧，因为他一方面需要在家里带瑶瑶，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一方面看一下有什么兼职可以做一做。对，那个时间一开始想一下，就是我老家我哥他们就是做那个工厂，就看网上有没有可以做一些文职类的东西。就我还打电话去问了一下，我哥说他现在那些东西都是交给专业的公司，什么外贸公司啊，他们去做这些东西，没有这个机会。我后来想，那你要么做中文老师得了。对呀，就是啊，可以灿嫂可以灿嫂。对，我是这样和他说的，我说，因为我们作为中文老师的，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在做心理咨询的，因为很多学生老和我们聊心事，其实你这个你本来发音就很清楚。同时就是娓娓道来，就是就是这个洞察力特别强。你以前也做过这种鼓励咨询，你问个别人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它结合在一起，可以去做的。而且你给自己压力不要太大，就是比如说一天就最多2节课，就是这种状态，价可以高一点点嘛，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在给他就是在做这个计划，就是以前我们俩不是做过播客嘛，做过一段时间播客，后来就因为他也很忙。然后就不想做了，后来我就说，既然这样的话，就把这个重新捡起来。然后呢，主题的话就是你来想，因为说实话那些主题我想不出来，我不是专业的，他来想，他就列了一些大纲。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每个星期都做一期播客，先去看一看学生们喜不喜欢这种东西，然后后期再推一推他，比如做个 wait list， 有多少人愿意上这种课啊等等。我觉得让他也可以变成一个中文老师。最主要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连你都能做中文老师，我肯定可以。你那什么鸟发音啊，我都可以了。对，
茶叔说出了真心话吗？对，我觉得没有啦，因为灿叔拍谁我怎么讲台语？对不起哦，我最近有很多学生在抱怨你。他说，他说大叔中文里面最难突破的高墙就是灿叔的口音。对对对，很多学生跟我这样讲，然后我说你一定要去突破这个障碍，突破这个瓶颈，因为灿叔在中国人说话里面，他已经算非常是标准的，就是标准又速度 OK 的了，又方言口音降到我没有方言吧，真是的。对，你如果连灿叔这个高墙都跨越不了，那你要学中文这条路就会很漫长，所以我都是用灿叔来鼓励我所有的学生。对。我最近看好多，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听起来没有很高兴的感觉。哎，我也夸一夸你啊，就是最近看很多外国的 influencer， 就是到就是中国很深入的一些地方去旅游，就我看的时候完全听不懂那个农民说话，当地的那些人说话，对不对？对啊，就。你们到中国，你要是有一个人像灿叔一样跟你说话，就真的你要谢天谢地了。对，你要谢父母。怎么听了都没有特别开心的感觉呢？怎么对，好像我们并只是在夸我吗？这个高兴，听起来怪怪的，怪怪的，特别怪。就是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回到灿嫂，我觉得灿嫂可以试这条路。就是想要跟灿嫂订课的同学下面的链接还没有链接，请灿嫂过来聊一集了。对，我和他说了过段时间让他来聊一聊。就是我一开始说你给我们几个做个鼓励咨询，他说不好吧，你们把你们都说哭不好。我说没事，就是我就说那你就聊聊你自己。三个大男人就哭成一团。好的，我觉得就是让灿嫂过来，就专门做一期，让我们挨个哭这样。而且灿嫂可以另辟蹊径，就是他因为大部分中文老师都是教课本、教 HSK、教语法、教词汇，要不然就是那种看图像变数那种看图的啦，然后拿个东西这样子的啦，这个是什么？好抢过来，都是那种很多方法，好不好？挂上去，这样挂就是这种，就是一定要有一个中文老师要突破现况，就是比如说聊心理。不要聊语法，也不要聊这种幼稚的东西。市场空白的地方，对，就会蔡嫂能补上这个，非常火。对，最主要是他就有这个能力，他做这个给别人做鼓励咨询啊，都做过，就是真的就是，他也知道他有分寸感，就是比如说你想挖到哪，他就帮你挖到哪，他不会说我要强迫你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一个本身倾听能力也很强的人。会给人很大的安全感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很适合做这个。对，还有就是灿嫂的这个声音有吸引力。对，我记得我们做过，我们在做小站的时候有做一个什么午夜咖啡店，对那本书就是由灿嫂去配音的。对，我后来把它做成一个就是短视频，放到我的频道里面，哇！所有人都说那个声音非常好听，然后我就觉得说，有我的好听吗？我就拿去给我的就是同事，我一些老师的台湾的老师的同事听真的他们说这个声音很吸引人，就是很感性，然后很柔，就是好像可以听到你心里去，所以这个音质，灿嫂这个音质跟它的特色是可以吸引学生的。是的，想不到镜头感也特别好，我看你们两个前两期播客的那个那个气氛很上相，氛围很好。对，就有的时候看老师在镜头面前就是有点局促不安的，或者是觉得演的感觉比较重，讲的感觉比较重，但是灿嫂给人就是自然的很舒服的那个状态。他自己以前我让他录过视频，就是纯粹自己的，他会很紧张。
就是他因为你要想着怎么说，自己一个人面对镜头会很紧张。他在和我做节目的时候，因为我会引导话题，开玩笑，他其实就觉得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其实是很舒适的这个。而且想不到你也可以做，想不到我也可以做主持人呢。而且这个灿嫂很容易可以抓住他人的注意力就像灿叔在跟灿嫂聊天的时候，你们去观察灿叔的表情，非常专注，就是那个就是观众的表情，就是观众的心情，就是他想要知道他下一句话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要爱自己？为什么要怎么样？对，你想听他下一句话，你想了解下个理论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表情就跟灿叔的表情是一样的，是你非得专注，呆住了是吗？对，就是你会专注到很自然的专注。还有灿叔的状态在跟灿嫂在一起也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灿叔比较那个小贱贱，那个小贱贱是什么？不是，就是会很调皮的那种就一开始会调皮一点，就是对，后面就不会了，后面还蛮就很进入话题。对，我总要一开始活动一下气氛嘛。后面确实是因为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话语我不知道，就是虽然很平，但是他会把人裹挟进去，你就不由得不听他在说这些东西。本来说最新的一期里面，就是我一开始我们的话题就是你喜不喜欢自己，我一开始就说我肯定喜欢自己，我是一个超级自恋的人，我在一开始我是这么给自己设定的，但是他一开始没有否定我这个。而是顺着他的话先说，把自己说了一遍，然后到后面我就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了。他其实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自己不是真实的自己，你可能有时候是有一层壳的。那个时候我就明白前面我那个其实不是真心的话，就是我可能反倒是一种防御机制，通过开玩笑进行的一种防御机制，就是他很容易把人引入这么一个叙事场里头。我是觉得还挺厉害的。对，而且这个是赛道空白的地方，可以是个新的领域。那这个没想到我们这集很跳跃从学生的礼物变成减肥变成我们自己各自的私教课，然后又聊欲望，最后又变成聊到灿嫂。这一集下标题的这个好的痛苦的这就留给我吧，没事留给我。对没事好，那这个今天也谢谢各位同学听我们天南地北东聊西聊，不知道聊什么东西，但是呢就是有一种告诉我们你们的欲望。但是就是聊完我觉得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就好像跟好朋友聊天一样。不是好像跟好朋友聊天，就本来就是跟好朋友聊天，本来就是跟好朋友聊天。希望在座的你们也有这种感觉，跟三位大叔你们的好朋友一起聊天之后，心里感到非常的畅快。那要跟灿嫂订课的请看下面底下留言底下留言好，那如果人数到达了这个灿嫂满意的数目，那灿嫂就会开课了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拜拜。